你有没有想过，一架预警机其实就像空军的眼睛和大脑，如果这副眼睛开始老化，又换不到新的，会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国空军在预警机换代上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从原本寄予厚望的 E-10A 到一度被看好的 E-7蝎尾，怎么最后变成预算超支、进度延误，连能不能活下来都成问题？我们就一步一步讲清楚。首先从那个当年号称全能神机的 E-10A 开始说起。E-10A 这台飞机当初可是空军的大梦想，它是用波音767-400ER 这款大飞机改的，目标是要一次整合掉 E3 预警机、E8地面监视机，还有 RC-135侦察机，意思就是把天上能看、地上能管、情报能收的全塞进一台飞机。听起来是不是很威？但最后却没能成功。为什么？简单讲，就是4个字：烧钱烧太快。这个案子一开始估110亿美元，结果最后飙到226亿。而且还没搞定，再加上技术太激进，像它搭载的 MP、RT、IP 雷达，还有整合的多种勤监侦功能，在当时的科技水准下，说实话有点赶鸭子上架。而且更关键的还有个没人明讲，但很真实的原因，那就是它太大、太贵、太显眼，在未来战场上生存能力堪忧。中国这些年不就发展了不少像 S-400这类远程防空导弹、高超音速飞弹，还有隐形战机吗？这种大飞机飞出去不就跟靶子一样？于是这个梦幻中的预警机就这样胎死腹中。讲到这儿有个真实的小细节，或许可以帮你理解问题有多严重。像 E3 现在的平均机龄超过40年，2023年在内达华的红旗演习中，有2架 E3 因为发动机老化直接任务终止，导致整场空中作战的指挥节奏混乱。这种眼睛花了还要硬飞的尴尬场景，现在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军内部报告里。所以在 E-10A 被砍后，美军急着找替代方案，最后把目光转向了 E-7蝎尾。E-7其实不是全新开发的飞机，它是澳洲、英国这些国家早就在用的成熟平台。基础机体是波音737，配备平衡目式的 MESA 相控阵雷达，号称探测距离超过600公里，对大型高空目标尤其敏感。听起来好像没问题，对吧？结果又卡住了。根据2025年的预算报告，美国空军打算取消 E-7的采购计划，而原本预计要买26架的，现在一个都不确定要不要了。为什么？讲白了，又是老问题，贵慢，而且打不赢。E-7原本预算单价是5.88亿，后来涨到7.24亿。原本说要交机的，现在至少还要再等9个月。而最要命的是，连美国防长赫格塞斯都公开质疑E-7能不能在高强度作战中活下来。意思是，再强的雷达，再好的空管能力，如果一上战场就被飞弹炸掉，那也没用。这让美军高层开始重新思考，现在这个时代还能继续依赖这种大型非隐身的平台吗？不过话说回来，E-7并不是没优点。像2021年澳洲举行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E-7协同 F-35执行远程指引任务，表现相当亮眼。他利用 Link16 数据链，把远处目标资讯实时回传给多架 F-35，让战机在完全不开雷达的状态下就能完成打击。这种静默协同战法，在面对具备强大电子战能力的对手时意义重大。而且英国皇家空军也正在部署E-7，并规划于未来无人僚机联动执行空域管控任务。可见E-7若能突破平台整合问题，仍有潜力成为第4代战机的空中指挥桥梁。但问题是，美国空军要的不只是可能有效，而是未来10年能打、能活、能量产。那E-7不行，美国怎么办？目前空军的 Plan B 是借用海军的 E-2D 鹰眼。这台预警机各位可能有听过，它是涡轮螺旋桨的舰载机，原本设计就是要能上航母，飞得稳，看得广。它的优点是体积小、弹性高、维护成本也低，特别适合像分散式作战这种新概念，可以在简单机场快速起降，灵活部署。但问题也不少。首先 E-2D 跟 E-3 或 E-7比真的差很多，探测距离没那么远，续航力弱，飞得慢，飞得低，直管能力有限，而且空中加油系统还是海军的一套，跟空军现有的伸缩杆系统不相容，协调起来超麻烦。所以 E-2D 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暂时救火，而且还不便宜，每架单价也超过2亿美元。那长远来说怎么办？答案是太空。美国国防部已经把未来赌注压成卫星侦察星座上，打算靠一堆绕地球飞的侦察卫星来取代传统的预警机。这听起来很酷，但现实也很骨感。比如，卫星虽然能全天候监控，
但要追踪移动目标，技术难度高，要抗干扰、穿透云层，还得防卫星被打下来。要做到全球及时反应，至少要发射几十甚至上百颗卫星，还得配套完整的数据融合平台。前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就坦言，这东西没个10年起不来，到E3全退役前未必能用，而现实战场也没给美军太多喘息空间。2024年2月，乌克兰利用自制远程无人机突袭俄军 A50U 预警机，造成1架被毁，1架受损，这直接让俄军整个战区的空中预警能力出现短暂瘫痪，导致随后的战术协同明显变慢。这起事件对美军是一个强烈警讯，预警机这类高价值平台暴露在反介入区域内，不但无法安全执行任务，甚至可能成为敌人首要打击目标。所以讲到这里，也许你会问，那预警机未来到底该怎么走？其实现在很多军事专家开始倾向一个方向，与其继续找钱造巨无霸，不如发展分布式无人化、低可侦测的小型感测器平台，像蜂群一样铺在空域，通过 AI 和网络联动，把情报汇整给指挥中枢。这就像是把空中千里眼拆解成一群小眼睛，反而更灵活、更安全。有军方顾问甚至建议，将未来预警任务拆解为高空气球执行广域电子监听，无人僚机随行前线战机执行战术直管，再由轨道卫星中继通讯连接至 AI 控制中心。这个混合式空中感测生态就是美国 ABMS 的核心构想。所以美军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只是飞机老了、钱不够、技术难，而是整套作战观念都在变。而这背后的变化也势必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整个低岛链地区的战略稳定。未来要靠什么来做情资共享？靠谁来当空中的大脑？这些问题绝对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收获，也欢迎帮我按个赞，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次再见。